大家好，欢迎来到我和小瓜 Chinese 的播客。今天是我和志飞，大家好。今天我和志飞都很想要聊这个话题。这个话题是什么？志飞？这个话题就是炫富，意思就是我很有钱，我要让你知道我多有钱。对，苏青，你觉得你喜欢炫富吗？当然不喜欢。我非常不喜欢。对，我也不喜欢炫富的人。那你可能不会喜欢我小时候的朋友，因为我告诉你，小时候我在深圳的最好的学校，那里的孩子一般来自有钱的家庭，所以我的朋友都很会炫富。哦，好的。对，我小的时候没有有钱的朋友，所以呢，小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对，但是我觉得我是来到澳大利亚以后，我开始认识有钱的朋友，但是我觉得在澳大利亚我的有钱朋友很不一样。就是第一次见面或者第二次见面，我都以为他们和我是一样的。那你怎么发现他们比你有钱很多呢？好问题。就是比如说我记得我认识2-3个很有钱的朋友，然后呢有一个学生他来我的家，他的袜子是有很多很多洞的。好。对，然后他也告诉我，他说有一天他去超市，他看到了一块巧克力要2澳币，他说太贵了不买。然后呢可是我后来知道他其实非常有钱，他有16套房子。对，在悉尼，我的天哪！不是，他的房子在全世界各地，不是只在悉尼。然后呢他对我不小气，他对我很大方，每一次他给我钱他会多给。比如说可能今天的课是今天他可能应该给我比如说150，他会给我200，他一定会多给。然后如果我们去吃饭，他一定会付钱。他会说最近我要花很多钱，因为我那个房子有问题，那个房子有问题。然后呢我说今天我可以请客，我可以付钱。他说不，我请客。对，所以他很有意思。就是听起来他很中文我们说什么，就是又很有钱，但是又很接地气。就是袜子有洞，我觉得这个很好笑。对。对，但是他不炫富啊。对，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很好玩很努力的人，但是他没有就是炫富的毛病。你呢？你认识的有钱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我不确定我有没有很有钱的朋友，可能比较有钱，但是没有一个人让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多钱。在欧洲的时候，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创业的，有自己的公司，父母也有钱，房子也不错，经常去旅游，你会知道他们不穷。那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公司嘛，所以会认识一些其他人，他们也想要有自己的公司，然后赚钱，我们会经常一起聊钱。那不是一个炫富的环境，因为我们真的会觉得哇，你赚到了钱，很棒，太厉害了，所以我们会告诉对方我们赚了多少钱，我们用了什么方法。是一个很安全的很舒服的感觉，我们没有觉得有一个人在炫富。那对，我真的有一个朋友让我觉得他有在跟我比，他没有说出来，但是我有一种感觉，
那我可能就不会想跟他说太多钱上的东西了，因为我也不喜欢别人跟我比，我觉得他们很累，我听着也不太舒服。明白。这个让你不太舒服的朋友，为什么他让你觉得不太舒服？因为他的语言，因为我觉得他一开始是很自信的，后来他可能看到我说的东西，可能我做的比他好一点点，我觉得他开始变得很谦虚。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变成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人。他会说我要跟你学习，你做得很好，我忘了他说什么了。总之让我觉得我也不能非常舒服的做我自己，他好像也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我明白，可能他一开始是很自信的，然后听到你说你的东西可能做的比他更好，然后他就变得说我要向志飞学习，我要继续努力。对，但是也可以，对不对？但是我就觉得好像不是真的，因为他的语言就说的太客气了，让我觉得我们是朋友，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对，在中文有的时候你说太客气的话，会让人觉得我们有距离，我们不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对，我们有距离。对，让我觉得有一点假。好。所以因为我在中国，我不太认识真的有钱人，但是我会看到我身边的人，他们有一点点钱，然后他们会想要告诉别人不是真的有钱，他们会想要让别人知道他们有一辆新的车，有一个新的房子。对，这个东西我不觉得是炫富，因为他们不富，他们没有钱但是我会觉得是他们有一点点像在给别人看他们是很有面子的。对，我觉得他们是想听到一些话，别人说你好幸运啊，哇你有好多钱呢，哇我很羡慕你，然后他们会感到开心。对，也有可能是说他给别人看他有车有房子，那可能别人觉得他很厉害，可能别人会跟他一起做事情，然后他们可以一起赚钱。对，我不知道，但是我小的时候我会看到没有钱的人，然后很想要告诉别人，你看我有这个东西，我有这个东西。对，那这个就是有一点好笑。我身边炫富的朋友一般是中国，但是一般是小时候，因为小孩子他是不安全的，小孩子会跟小朋友比，我好不好，我有没有比你好，因为小孩子他不知道嘛。我想给你一个例子，是我以前的一个好朋友，我就觉得他很自卑，意思是他觉得自己不好，她长得不漂亮，胖胖的，所以她从来没有过男朋友，她已经30多岁了，她也不太会交朋友，但是她好的是在于她知道很多历史，她懂很多东西。那我问她问题的时候，她就会变得非常不耐心。如果我问他一个历史的问题，问他一个西班牙语的问题，我知道他很厉害，他就会说你自己去看书，你问这是什么问题？然后说张志飞，你这个都不懂吗？你为什么要在学习啊？我觉得他很开心，他看到我不懂的时候他会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他内心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但是他知道在历史上，在西班牙语他很好，所以他希望通过这个让你知道他比你厉害。这个是不是你以前我们之前的播客你说到的一个有毒的朋友？对，是的，明白。是的。然后呢，我还有一个例子，我觉得他们是有钱人，因为他们可以去很多地方旅行，我觉得他们的爱好也是很贵的爱好。
可是我和他们去饭店的时候，他们说这个蔬菜可以自己做，不要在饭店点。然后我好喜欢他们，我觉得哇，虽然他们比我有钱很多很多，可是他们和我一样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差不多的人。对，你让我想到了一个台湾的朋友，他也是来巴厘岛看我们，他就在想哪个饭店比较便宜，如果我们请他吃什么，他会非常感动，谢谢你们，你们真的很好。后来我发现他的公司非常大，他非常成功，他有很多钱，就是我都觉得哇，你的公司做得这么好，可是你还是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觉得省钱是好的。对，我很喜欢这样的有钱人。在澳大利亚我认识的有钱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其实有很多钱，但是他们可能会说，哎，这个1块的东西太贵了，这个2块的东西太贵了，他们会说这样的东西，然后会让我觉得哦，我们不是非常的不一样，我们还是一个世界的人。对，我在想，虽然我没有那么有钱，肯定不像你的朋友那么有钱，可是我也没有这么省钱，所以有一点好笑。可是他们有这么多钱。你想一想，如果你和他们一样，你就和他们一样有钱。哦，志飞，你有没有听过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文化叫Tall Poppy Syndrome？ 不知道。这个文化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在澳大利亚呢，澳大利亚人是不太喜欢特别厉害、特别成功的人啊。就是 Tall Poppy 就是那个花它更高嘛，然后呢，澳大利亚的文化就是剪掉它。对，我们这里不太喜欢一个人特别成功，然后特别骄傲，告诉别人你看看我很厉害的。对，这个不是澳大利亚的文化，所以我想可能这个为什么我在澳大利亚认识的有钱人和成功的人，他们会比较低调，会比较接地气。有可能是因为澳大利亚的文化。对，然后我其实想要和你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非常不理解中国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在中国的很多 APP， 比如说微信，还有比如说小红书，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他们没有做什么，他们就是给你看他们的生活，然后他们的生活是非常有钱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房子是非常大，不是一般的大，是非常大，然后房子里面有很大的电影院，对，然后有一个阿姨，对，然后我就想这个视频的意义是什么？我不太可以理解，我其实是非常不喜欢的，因为我想中国还有很多没有钱的人，就没有钱的人看到这个会觉得为什么我和他的生活这么不一样？我也看过这种视频，可是我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和素清是很不一样的。我没有觉得穷不好，或者是你现在没有多少钱，觉得没关系，或者我看到这些视频没有太多感觉，就是一个很难看见的东西。大家会有好奇，所以这些人就是满足大家的好奇心。我甚至没有觉得是一种炫富，就我看了之后没有太大的感觉。我是觉得他们现在的工作是给别人看他们有钱的生活，然后像你说的，很多人没有看过这样的生活，所以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看。然后呢，因为他们做这个，他们又更有钱。对，可是我会觉得他们做的这个东西，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意义，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我真的不太支持，就是
APP 有很多这种你看我很有钱的这样的视频。对，可能大家也是工作很辛苦，然后看一下这种视频，想哇，好有钱呢，我要看一下。有让我想到了这个卡戴珊的家族的真人秀。对，他们没有说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他们是很聪明的商人，他们知道大家想看什么，他可以利用这个卖什么，所以我觉得是一种他们赚钱的方式，而且大家也愿意买单，愿意看。对。我可能有一个小小的担心是说，当一个国家有很有钱的人和没有钱的人，然后因为现在我们有网络，那没有钱的人可以看到有钱人的生活，可是他没有办法赚到很多的钱，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在我看来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如果我的工作很辛苦，我看了这个视频，我不会觉得我也要努力，有一天我也会成为有钱的人。我会觉得我永远不可能和他一样，我很生气，为什么他很有钱？素清，我跟你不一样。对，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嘛，我们两个相信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选择，如果没有钱也 OK， 就是如果你在一个比较穷的国家，比如说印度尼西亚并不是很有钱，可是我没有觉得他们不快乐，所以对我来说这是很好的生活。如果一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知道自己可以得到什么，然后感恩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他们看到这种视频也不会有什么感觉。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明你需要想一想，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你想要的是什么？或者你觉得钱很重要，那你可能要想一想，是不是因为钱你不快乐？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件好事。我没有觉得是从我的角度，因为我的确是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很好，但是我不喜欢 APP 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分享自己很有钱的生活，然后因为他的分享，他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对，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 APP 的老板，我不要鼓励这样的视频。对。我看素清是有一点担心这样子的内容。对，我会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有很多这样的内容？2 hours later， 刚才我跟素清聊着，我们俩就说为什么我们的想法这么不一样，所以我让素清告诉大家，我们要一起去一次印度，或者就是去西藏、去非洲都可以，因为那里的人的生活跟我们很不一样。我去看一看，贫穷的人真的会有很大的问题吗？我现在觉得是的，我觉得贫穷的生活没有很多的选择，我觉得这是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想志飞相信的是，贫穷的生活仍然可以很快乐。我相信他们可以很快乐，我相信他们有选择。大部分人可以，所以呢，我们决定去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国家。我们那个时候再来说一说，我们有没有改变我们的想法？那你们觉得呢？你们是怎么看待炫富这个东西的？你们有没有很有钱的朋友，然后很喜欢炫富？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你喜欢刚刚的视频吗？如果你喜欢，不要忘了去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站有更多的视频，有各种各样的话题。我们的视频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还有来自很多不同地方的老师。我们还做了各种各样的系列，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生故事，你可以看到经典的故事，你也可以看到哲学、文化、
等等等等。在我们的视频下面，你可以看到文本。我们的视频还有 KTV 的功能，我们给你准备了简体字、繁体字、拼音。如果你不知道一个词的意思，你可以非常快速的查询。如果你很喜欢某个视频，你可以下载音频，然后听很多很多遍。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记录你的听力时间。好，希望你快去我们的网站去看更多的视频。